据路透社19号报道，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内容包括反对以色列大规模进攻拉法和尽快在加沙实施临时停火等。但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呼吁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草案遭到美国一票否决，多国对决议草案无法通过表示遗憾。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并要求巴以冲突双方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在投票中，13国投了赞成票，英国弃权，美国投了否决票。此前，美国就曾多次否决安理会有关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And that is why you've heard me say over and over again, any action this council takes right now should help, not hinder these sensitive and ongoing negotiations.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resolution on the table right now would, in fact, negatively impact those negotiations. 多国对决议草案无法通过表示遗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当年表决结果清楚说明，在加沙停火止战问题上，不是安理会没有压倒性共识，而是美国行使否决权，扼杀了安理会的共识。美国声称安理会决议会干扰正在开展的外交努力，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前形势下，在立即停火问题上仍然消极回避，无异于为继续杀戮大开绿灯。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称，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黑色的一页。стали свидетелями очередной черной страницы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Ее вновь написала делегаци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которая преследует всю ту же цель – покрывать своего ближайшего 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юзника.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表示，美国这一决定是鲁莽和危险的，以色列不应受到否决权的保护。It is not Israel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veto. It is Palestinian children, women and men who must be protected by this council acting now. 据了解，自去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方面已先后多次行使否决权，阻挠国际社会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努力。美国称，这份决议草案可能妨碍以色列与哈马斯关于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因此否决这份草案。Demanding an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without an agreement requiring Hamas to release the hostages will not bring about a durable peace. Instead, it could extend the fighting between Hamas and Israel. 此前一天，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首次涉及临时停火内容，表示支持在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基础上，尽快实施临时停火。美方的动作与以方行动保持了高度一致。日前，以色列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哈马斯在下月穆斯林斋月开始前释放所有人质，否则会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大攻势。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甘茨说，哈马斯唯一选择是投降及释放人质，加沙民众便可以庆祝斋月。他强调，以色列会与美国及埃及协调，促成平民撤离，尽量减少平民伤亡。The world must know, and Hamas leaders must know, if by Ramadan hostages are not home, the fighting will continue everywhere to include Rafah area. 今年的斋月将于3月10号开始。据法新社报道，目前仍有134名以色列人质被关押在加沙地带。据了解，拉法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入境点，也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控制的最后堡垒。由于大量巴勒斯坦平民自加沙地带其他地区逃至拉法躲避战火，目前约有150万人在拉法避难。على العالم منع اجتياح رفح. رفح الآن وعاء قابل للانفجار. واجتياح رفح يعني سقوط آلاف الشهداء. يجب منع إسرائيل من هذا العدوان والسماح للمواطنين بالعودة إلى بيوتهم في شمال ووسط قطاع غزة. 巴勒斯坦外交部长在国际法庭的听证会上指责以色列在进行种族灭绝的行动。19号，联合国国际法院在海牙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问题开始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The genocide underway in Gaza
is a result of decades of impunity and inaction. Ending Israel's impunity is a moral, political, and legal imperative. 听证会期间，有50多个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代表发言。南非驻荷兰大使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径。We must ask, when will Israel's decades-long impunity for widespread and systematic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violations of peremptory no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end? 此外，巴西政府当地时间19号宣布，巴西驻以色列大使弗雷德里科·梅耶尔将返回巴西，以回应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外长卡茨称巴西总统卢拉在以色列不受欢迎一事。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19号表示，他当天召见了巴西驻以色列大使，并宣布卢拉在以色列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ועד אז הוא אישיות בלתי רצויה במדינת ישראל, מדינתו של העם היהודי. 巴西总统卢拉在出席非盟峰会时，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发表声明称，卢拉的言论越过红线。巴以冲突对涉事两国造成严重破坏，以色列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据以色列2月1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3年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19.4%。高盛集团在报告中表示，这一数据凸显以色列经济遭到重创，特别是私营企业活动方面。冲突对巴勒斯坦人的冲击更大，加剧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加沙地带第4季度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崩溃，预计加沙和约旦河西岸2023年的 GDP 将下降6%。2月19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启动诉讼程序，调查评估 TikTok 在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是否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这意味着 TikTok 在欧洲的业务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年营业额的6%的罚款。TikTok 发言人对此回应称，平台已率先推出了保护青少年的功能和设置，不会让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欧盟委员会决定根据 DSA 法案对 TikTok 启动正式程序。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表示，他在分析了该短视频应用程序的风险评估报告及其对信息请求的答复后，做出了这一决定。欧盟委员会还称，程序正式启动后将继续收集证据。此外，正式程序的启动将使欧盟委员会有权采取进一步的执法措施，并有权接受 TikTok 做出的任何承诺。具体而言，欧盟将评估 TikTok 的算法系统是否存在刺激行为成瘾，合并产生所谓的兔子洞效应，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基本权利。此外，欧盟还将评估 TikTok 在用于防止未成年人访问不当内容的年龄等验证工具方面是否采取了缓解措施。若被发现违规， TikTok 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2020年12月15号，欧盟委员会出台了数字服务法，意在打破互联网企业垄断。TikTok 在欧盟拥有约 1.36 亿月活跃用户。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的正式调查也是继去年12月对马斯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发起调查后的又一起调查。TikTok 发言人对此公开回应称，平台已率先推出了保护青少年的功能和设置，不让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该平台。TikTok 表示将继续与专家和业界合作，确保青少年在该平台上的安全，并期待现在有机会向该委员会详细解释这项工作。针对欧盟启动的正式调查，字节跳动公司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称以 TikTok 的回应为准。2023年9月，印尼以保护小型企业及用户资料为由，禁止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电子商务交易。TikTok 商城受到严重影响。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月20号，印尼中小企业与合作社部长马斯杜基称 ，TikTok 至今仍未遵守该禁令。他表示，贸易部长必须谴责 TikTok， 令其遵守规定。报道指出 ，TikTok 驻印尼代表并未就此事回应。印尼贸易部则称，仍在考虑应对问题的最好办法。TikTok 自上线以来都在遭受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发动的审查，同时一些美国政客不断施压政府封禁该软件。
今年1月，美国艾奥瓦州总检察长起诉 TikTok， 称 TikTok 向艾奥瓦州的家长和孩子展示了不良内容，并违反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内容规定，要求 TikTok 停止这些行为并接受罚款。目前，该案的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在美国政府不断打压 TikTok 之际，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日前却主动入驻 TikTok。由该团队运营的 TikTok 账号在当地时间2月11号发布了第一个视频，此举被认为是旨在争取年轻选民的选票。A lot of people in my generation in the U.S. get their news from TikTok. So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Biden is meeting us exactly where we are on this platform is going to expand his audience and allow him to communicate on a lot of his accomplishments to our generation. 同时，这一举动引发了部分美国政客的担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即使在拜登竞选团队入驻该平台之后，出于安全考虑，美国政府设备仍禁止使用 TikTok。 As you know, it's not approved for use on government devices, and that remains the case today. 拜登主动入驻 TikTok， 不仅面临卢比奥等共和党参议员的质疑，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也对拜登竞选团队加入 TikTok 的决定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如果再度当选总统，除了再次对中国征收关税，还与他的顾问讨论将 TikTok 赶出美国。目前有 1.7 亿美国人使用 TikTok， 而1年前这一数字为1.5亿。